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塞偏偏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看高分冷门英剧《毒舌》。上回我们说到，上世纪70年代的欧美各国，嬉皮士文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，大批西方的年轻人背井离乡，前往他们眼中神秘的东方国家寻找心灵归宿。然而，在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眼中，他们都是送入虎口的羔羊。其中最猖狂也是最凶残的，当属外号毒舌的连环杀人魔小黑。他表面上是一名珠宝商，暗地里伙同情妇大波浪和手下煤球，在东南亚地区流窜作案，连续杀害了10几名背包客，夺取钱财，还顶替人家的身份。各国使馆官员人浮于事，曼谷警方大佬暗中庇护，使得小黑团伙作案愈发肆无忌惮。直到大使馆秘书小白站出来，依靠妻子和比利时大使馆悉数的帮助，逐层深入抽丝剥茧，终于揭开了小黑的真面目，并通过小黑的邻居迪娜和雷米掌握了充足的罪证，说服曼谷警方搜查小黑位于夜色公寓的据点。为免小黑起疑，警方对外称这次行动为常规缉毒行动。小白的妻子白嫂迫不及待地拨通电话，想通知迪娜这个好消息，却没想到小黑就在她身边。尽管迪娜及时挂断了电话，可万一小黑听见了通话内容，恐怕当场就要杀人灭口。小白赶紧联系警方，申请提前行动，邀请西叔带上家伙，先去夜色公寓保护迪娜，拖住小黑。西叔在赶往夜色公寓的途中，遇上了曼谷每天2次、每次12小时的堵车，只好弃车步行。远水难解近渴，小黑的魔爪已经悄悄伸向了迪娜。关键时刻，气喘吁吁的西叔及时赶到，将迪娜护在身边。主犯小黑距离他不过10米，而手枪就握在被外套遮挡的右手里。但是西叔没有开枪，因为迪娜坚持要将小黑团伙3人一网打尽，否则万一小黑被捕，另外2人就此远遁，隐姓埋名，或者换个地方继续小黑的犯罪事业，还会出现更多的受害者。迪娜和雷米2口子也将永远活在恐惧当中。为了将团伙一网打尽，迪娜自告奋勇牵制住小黑。得知迪娜的计划，小白只好通知警方暂缓行动，埋伏在夜色公寓附近，等大波浪和煤球自投罗网。在众人焦急的等待中，时间1分1秒悄然流逝。终于，大波浪和煤球回来了，10几名警员瞬间涌入夜色公寓。面对鱼贯而入的警员，小黑却镇定自若，先扔掉了保险柜的钥匙，又指挥大波浪带上所有首饰，静候警察的到来。Trust me. 警方将3人连带保险箱都带回警局。临走前，小黑瞥见了迪娜画的地图，暗中制定了复仇计划。一代传奇肯定不会就此草草谢幕。时间倒带回2天前，小黑3人回到据点，发现他们囚禁的倒霉蛋逃走了，还修复了护照。以他的智商，肯定有人帮忙。和倒霉蛋关系很好的迪娜嫌疑最大，假如他已经从倒霉蛋口中得知了小黑他们的秘密，随时可能报警。于是小黑带着赃款和情妇阿莲秘密会面，先要1枚宝石戒指和一纸婚约稳住了阿莲的情绪，又委托他将赃款都换成等价的宝石，还将一个红色手提箱交给他代为保管，也为接下来的绝地翻盘埋下了伏笔。负责惨案的警察队长几名护照就断定小黑是个名叫阿兰的美国游客，他们仨都是来曼谷旅游的，暂住在夜色公寓。小白掌握的证据最多只能证明公寓户主有杀人嫌疑，公寓房产证上写的明明白白，户主名叫小黑，不是阿兰，所以曼谷警方无权扣押小黑3人。小白一脸蒙圈，让警方打开保险箱，里面有成堆的证据，足以证明小黑是个冒用他人身份的杀人魔。可队长又说了，我们曼谷警方最讲证据，也最讲人权，户主不在场，我们无权打开保险柜。好家伙，死循环了。随着事态即将升级，小白赶紧支开西叔，由他出面交涉。队长终于松口，答应将小黑3人扣押到明天中午12点。在不到半天的时间里，证明小黑就是夜色公寓的户主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但不妨换一个思路，只要能证明小黑那张护照是假的，至少能暂时拖住他，为搜证争取更多时间。当务之急是找到那张护照真正的主人。为此，小白和美国大使馆的老朋友老帅取得联系。第2天一早，他俩一起来到曼谷警局，看到小黑的护照，老帅惊了，肉眼根本看不出破绽。老帅申请亲自审问小黑。到了审讯室门口，小白反而打起了退堂鼓。一来，荷兰大使不准他插手此事；二来，他对审讯一窍不通。关键是，他怕小黑看到他的脸，万一小黑被无罪释放，那他和老婆岂不是从此惶惶不可终日？老帅的审讯毫无进展，面对他的提问，小黑对答如流。即便老帅掏出了受害者特蕾莎的照片，也无法撼动小黑冷酷的神经。小黑就像茅坑里的石头，又臭又硬。老帅只好将攻势转向大波浪，毕竟在他眼里，女性往往更加感性。老帅不多逼逼，梅开2度，再次拿出特蕾莎的照片，果然效果拔群。这下老帅也看出其中有猫腻，答应小白会尽最大努力说服警方。随着时间1分1秒的流逝，小白和小黑正暗中较劲。小白这边先得1分，老帅给欧洲区每个美国使馆都发了消息，居然找到了真正的阿兰。
这下终于确凿，老帅已经在提审小黑的路上。听到这个好消息，小白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，迫不及待的和百草他们分享这份喜悦。丽娜和雷米这些天一直住在小白家，这下终于能放心回家了。而小白和百草也难得有了独处的机会。正当他俩洗白白准备没羞没臊的时候，电话铃声突然响起，话筒里传来老帅焦急的声音：小黑他们居然越狱了。一名警员被小黑重金收买，就是用的被捕前小黑让大波浪戴的首饰。那名警员趁同事们都下班了，偷偷将牢房门打开，小黑他们就这么大摇大摆的走了出去。小白立刻前往曼谷警局，情急之下居然忘了通知迪娜和雷米。迪娜看到小黑家传来手电光，按耐不住好奇，前去一探究竟。Hi. I did. How could you do diamonds like that? 另一边，曼谷警局的局长亲自出面，勒令打开保险箱。可费了老鼻子劲钻开一看，里头竟然空空如也。想必小伙伴们都猜到护照和现金在哪儿了。这是小黑交给阿莲的红色手提箱。此时小黑大大方方出现在阿莲家里，带走了红色手提箱，还帮以保养为借口收走了送给阿莲的宝石戒指，转头就戴在了大波浪的手上。对他而言，阿莲和他的父亲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。 That's where it belongs. Here comes the future. 小白带着西叔强塞给他的手枪，时刻提防着小黑，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。再加上小白为了引起重视，将连环杀人案的资料送到了各国大使馆，严重影响了荷兰大使馆的形象。大使强行给他放了3周长假，名为放假，实为停止查看。这回连妻子都不站在他这边了，责怪小白为了所谓的追凶事业，让自己和家人都置身险境。泡在冰冷的池塘里，小白紧绷着那根弦终于放松了下来，和百草来到海边度假，洗去这些天的疲惫。可生命中除了死亡之外，还有几样东西躲不开，分别是下班前的临时会议、下班后老板催命的微信，还有假期中加班的电话。小白的快活日子刚开始就被迪娜的电话打断了，可能是因为时间过于紧迫，那晚煤球并没有杀人灭口。迪娜在鬼门关走了一遭，她在电话里说，房东要把小黑的据点租出去，里面的私人物品都要清空，其中没准有证物。Call the airline. I'll pack. 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小黑和大波浪早就离开曼谷，流窜到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市，他们要在此地稍作逗留。小黑很快和巴黎等3地珠宝收购商取得联系，用一些宝石样品换取对方最基本的信任。没过几天，煤球也抵达卡拉奇，途中没有受到任何阻拦，现在只需要和收购商确认条款，就能一起动身前往巴黎了。没想到煤球不光拿了小黑的护照，还自作主张带了一本结婚证。男方是小黑，可女方却不是大波浪。照片里的女人名叫朱莉，曾经是小黑的妻子，也是他永远的痛。7年前，法国巴黎的某幢豪宅里，小黑和朱莉喜结连理，但小黑的母亲黑妈却满脸不屑，在他眼里，小黑是坨烂泥，一辈子都扶不上墙。小黑早就对这种目光习以为常了，不光母亲看不起他，像他这种亚裔混血被所有白人歧视，在法国看不到任何阶级跃迁的希望。小黑决定带着妻子去印度孟买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，等他飞黄腾达了再回来，届时所有瞧不起他的人都要臣服于他的脚下。至于后来他怎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，朱莉又去哪儿了，咱们暂且按下不表。时间回到现在，大波浪想和小黑双宿双飞，开始新生活。煤球就是最大阻碍，只要看到他，大波浪就会想起小黑杀害的背包客们。煤球就像是挥之不去的罪恶过往。煤球也在向小黑打小报告，他发现大波浪有记日记的习惯，显然不是啥正经人。正经人谁写日记？是啊。先不论大波浪的日记里是不是心里话，里头可能记录了他们的犯罪经过。要是哪天失手被抓，这本日记就是物证。而且煤球亲眼看见大波浪往教堂里跑，对着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白人痛哭流涕。万一他哪天跑去自首，那么他们仨就成了天灾消除，一起玩完。小黑去找大波浪对峙，却得知大波浪已经从煤球那里知道小黑曾经有个老婆，之前却对自己只字未提。一个是随着可能心态崩坏的情妇大波浪，另一个是跟随自己多年却也轻易泄露自己隐私的兄弟。小黑只能2选1，正所谓为兄弟两肋插刀。于是小黑抛下大波浪，和煤球开车离开，然后就把煤球扔在了郊外，只留下几张现金，表示巴黎上流社会容不下煤球这种黑皮小痞子。随后就扬长而去。小黑回到大波浪身边，索性将往事都摊开了说。5年前，小黑和朱莉真的离开法国，定居印度孟买，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，生活平淡却甜蜜。可某天，小黑突然失踪，直到3周后才用电话联系朱莉。在他失踪的这几天里，印度德里的阿育王酒店发生失窃案，价值100多万的红宝石不翼而飞。没错，小黑就是那个窃贼。原来这就是他口中的飞黄腾达。也许在小黑眼里，这么干也是在促进社会财富流动，把你兜里的财富流动到我兜里，有了这笔钱，他就能让朱莉过上好日子。可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I said turn around. You're under arrest.
小黑因盗窃罪入狱，却不愿坐以待毙。他假装阑尾炎发作，骗医生带他去医务室做手术。3天后，他又从医务室偷来的药物，麻烦了警卫翻越围墙，成功越狱。小黑此举震撼全印度，政府召集军队协助警方一同抓捕。而此时，小黑已经回到了家里，打算带着妻子朱莉和孩子远走高飞，却发现朱莉的状态不对劲，孩子也不知所踪。原来就在小黑失踪的这几天里，朱莉偷偷把孩子送回了巴黎，由孩子的姥姥姥爷代为照顾。只因他对小黑彻底失望，说好到印度来大展拳脚，没想到除了坑蒙拐骗偷，就是车票赌抽。爱情使人盲目，为了爱情，他可以留在小黑身边，但孩子不该过上这种动荡的日子。小黑亡命天涯的计划仅仅进行了2周，就在阿富汗的沙漠宣告搁浅。朱莉很快就被无罪释放，小黑只被判了半年。本以为出来又是一条好汉，未成想他得到的是一纸离婚协议。朱莉向小黑提出了离婚，独自一人回到法国，带着孩子拥抱新生活。从此，朱莉这个名字就成了扎进小黑心中的刺。而现在，小黑的身边有新的爱人大波浪，是时候把这根刺拔出来了。他对大波浪谎称朱莉已经死了，而内心深处一个险恶的计划正在生根发芽。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小白和妻子连夜回到曼谷，叫上雷米和迪娜2口子，在小黑的据点集合。5人分头行动，展开地毯式搜查。不光找到了来不及带走的毒药和1沓护照，还有大波浪的日记。大波浪在日记里提到，小黑向他承诺会带他去见自己的母亲黑妈，所以只要找到黑妈现在位于巴黎的住址，就有可能在那儿找到线索，甚至逮住小黑。小白等人赶紧联系法国各大机构，可得到的不是推诿就是扯皮，向法国大使馆求助，却因欠缺直接证据而被无情驳回。常年追凶带来的疲惫，加上杀人魔随时可能出现在身边的压力，被眼前的挫折引爆，压垮了所有人的神经。小白有些迷茫，自己一直坚持的一切，到头来真的是白忙活吗？就连白嫂都劝他放手，没人要求他承担这一切。但是每当小白想到有20几位母亲，他们经过10月怀胎，忍受分娩之痛，才得到的孩子，在异国他乡被小黑这样的变态像杀猪宰羊一样轻易杀害，就觉得心里憋得慌。如果所有人都安于现状，只做自己分内的事，面对眼前的恶视而不见，那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指望？小白冒着生命危险，赌上自己的职业生涯，将所有资料都交给了《曼谷邮报》。即便抓不住小黑，至少应该让公众知其真相。跨国连环杀人案的消息立马登上了头版头条，一时间群情激愤，终于引起了国际刑警组织的注意。白嫂说服迪娜和雷米再为正义和希望拼一把，配合国际刑警的调查。就连被抛弃的情妇阿莲也被警方传唤，似乎终于能看到胜利的曙光。结合小白搜集来的证据和证人迪娜的口供，国际刑警终于干正事了。This is an international arrest warrant, Which means the whole world will now hunt him down. 而此时，小黑和大波浪已经越过德法边境，暂住在巴黎珠宝商的豪宅里。正所谓人靠衣上马靠鞍，狗配领导跑得欢。两人换了身行头，俨然一副上流社会的架势。小黑借口带大波浪见家长，其实另有打算。他偷偷让黑妈寻找朱莉和女儿的下落。5年前，朱莉和小黑离婚后，带着女儿定居纽约，和另一个男人结婚。朱莉的母亲前段时间被查出了绝症，他带着女儿回到巴黎，送母亲最后一程，现在就住在母亲的家里。小黑不听劝告，暗地里跟踪朱莉和女儿，没想到黑妈的警告立马就应验了。东南亚连环杀案的消息随曼谷邮报传到了欧洲，小黑依旧淡定，满脑子都是前妻朱莉。趁朱莉独自在家的机会，迫不及待地敲开了朱莉家大门，一番甜言蜜语，试图和朱莉破镜重圆。然而此时的朱莉早已重组家庭，即便对小黑这个亡命之徒余情未了，也断然不会带着女儿和他亡命天涯。另一边，大波浪又动摇了，他迫切希望了解小黑的过去，来确认自己的痴情有没有错付。于是趁小黑跟踪朱莉时，登门拜访黑妈，从黑妈口中认识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小黑。小黑是印度人和越南人的混血，4岁时被父亲抛弃，不得不跟着母亲改嫁到法国。亚裔混血的身份让小黑饱受歧视，现在走上了犯罪的道路。自己作奸犯科不说，还把同父异母的弟弟当成替罪羊，坑进了监狱。黑妈断定小黑体内流淌着犯罪基因，是一个天生的恶人。像他这种人根本没有人类的情感。大波浪心态到了崩溃的边缘，浑浑噩噩的离开。前脚刚走，国际刑警后脚就到，向黑妈询问了小黑和大波浪的消息。大波浪也发现了东南亚连环杀案的新闻，城里铺天盖地都是他和小黑的照片。小黑何等精明，发现大事不妙，立刻回了酒店，连哄带骗，稳定住大波浪的情绪。俩人一起跑路，从巴黎出发，一路逃窜，甚至还继续作案，居然安然无恙的回到了孟买，打算从头再来。没有煤球的帮忙，小黑只好亲自出马，干起了导游的老本行，频繁出入娱乐场所，临时找了2帮手，很快就钓到了新的猎物。可惜他东山再起的计划还没开始就已经夭折了。小黑临时找来的帮手秃哥，趁大波浪给家里打电话的当子，
把他们偷来的钱和护照全部卷走了。没了这笔钱，杀人有动机就要停摆。小黑居然舔着脸，打算把大波浪的戒指给当了。这时候你们肯定满头问号，这头小黑几场戏都唱完了，国际刑警呢？是迷路了吗？其实不然，这些天来，小白家里人来人往，都快成危机风景区了。有慕名而来的好事者，有追逐新闻的媒体记者，还有被迫来查案的 FBI， 就是没一个干实事的。国际刑警 FBI 还在为证据是否确凿周冷不休。国际刑警上级要求小白交付所有资料，由他们全权负责。小白将这些年来积累的心血拱手让人，不过他多留了个心眼，将所有资料都做了备份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，丽娜和雷米回到法国，原本小黑的据点也搬来了新的房客，似乎所有人都在往前走，只有小白被留在了连环杀人案里。小黑只要没落网，他脑子里的那根弦就会一直紧绷。一直陪伴他的妻子白嫂终于遭不住了，要回娘家冷静几天。小白不愧为无辈楷模，居然真的放白嫂离开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小白被电话声惊醒，电话那头传来急切的声音，让小白的困意全消，因为小黑在印度德里落网了。几天前，小黑的欲望无限膨胀，密谋要干一票大的，盯上了一支旅游团。他购买了大批毒药，打算把这群倒霉蛋全部要翻。没想到不慎弄错了药的剂量，毒药的游客当场上吐下泻，旅游团顿时化作了喷泉广场。小黑咬咬牙，一不做二不休，趁乱偷走钱包就要溜走。未成想转角遇到爱，原来秃哥心有余悸，向警方举报了小黑和大波浪。警方立马赶往小黑的临时据点，将大波浪等人当场抓获，又根据大波浪的供述，顺藤摸瓜抓住了小黑。而率队抓捕小黑的警官，正是当年珠宝失窃案逮捕他的那位。这老哥算得上小黑的命中克星了。小白兴冲冲的赶到大使馆，可迎接他的却是荷兰大使一张臭脸。屋里与此案无关的官僚们装模作样的开会做简报，而从始至终默默付出的人却被拒之门外。不过小白不在乎，只要罪犯能够伏法，正义得到伸张，他能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嘉奖，又有什么所谓呢？1年以后，本该被引渡到曼谷审判的小黑，却因为几年前犯下的盗窃罪，被德里警方截胡。国际刑警只能等小黑在印度刑期满了，再把他带回曼谷审判。国际刑警还给小白带了份礼物，大波浪的证词。万念俱灰的大波浪终于看开了，几乎交代了一切罪行，从帮凶的角度还原了小黑犯罪的详细经过。一晃7年过去了，大波浪在狱中被查出了宫体癌，监狱方同意将他提前释放，回到故乡迎接死亡。临走前，大波浪要求最后见一见小黑。此时的小黑早已没了当年的自信和锐气，络腮胡难掩疲惫的神色。大波浪这么小黑，可能反省过自己的所作所为，然而小黑的内心没有丝毫改变，依旧是那个冷血的杀人魔。印泰两国商定，小黑刑期结束以后将被引渡到泰国，迎接他的只有死刑。然而事情突然急转直下，小黑在刑期还剩最后1个月时，居然越狱了，享受了整整22天的自由以后，又投案自首了。他这么折腾，就是利用法律的空档，逼迫印度法院将他的刑期再延长10年。等小黑刑满，泰国谋杀罪的公诉时效和逮捕令都已过期，杀人魔被当场释放，还得到了一张全新的法国护照，将以自由人的身份回到法国生活。如此离奇的结局再次引爆各国媒体，小黑一时间成了被媒体追逐的弄潮儿。1997年7月21日，小黑首次接受电视采访。小黑不仅逍遥法外，成为受媒体追捧的流量明星，居然还和朱莉复合了，坐牢坐上了人生巅峰，堪称头号赢家。反观捕蛇者小白，为了这个案子耗尽精力，却被大使馆排挤，连白嫂都跟他离婚了。二者的结局天差地别，不得不令人扼腕叹息。难道真的是善恶无报，钱亏有丝？6年后，小黑孤身来到尼泊尔加德满都。他曾经在这片嬉皮士的圣地犯下了累累罪行。他非但没有低调行事，还请来记者，把自己的行踪登上了头版头条。警察闻讯赶到，将坐在机场一大堆的小黑带走了。小黑被捕的消息在了头版，可小黑仍在警局做，心里美滋滋，因为他知道警察拿他没有任何办法。当年小黑来加德满都犯案，登记的是别人的护照，在警方的档案中，嫌疑人可能叫张三李四，却绝对不会是小黑。白嫂将小黑暂时被捕的消息通过邮件发给了小白，只是白嫂不理解小黑这次为何又要自投罗网。小白不愧是小黑一辈子的对手，立马就想清了其中关键。像小黑这种变态，最重要2件事：一是出名，二是逃跑。小黑此番故意放出消息自投罗网，但警方没有充足的证据，只能将他当场释放。1天之内实现出名和脱罪，那快感简直超级加倍。可惜他忘了一个人，一个不为回报，把半辈子都搭了进去，只为抓住他的捕蛇者。小白立即联系加德满都警局总探长，恳求他尽力拖住小黑，然后打开了尘封已久的档案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小白走到哪儿，这些档案就跟到哪儿。尽管封装落满灰尘，但内容绝对保真，尤其是那份大波浪的口供。正当小黑即将踏出警局大门的时候，大波浪的口供以传真的形式及时送达。2004年11月，小黑因谋杀罪被尼泊尔最高法院判处终身监禁，期间2次上诉均以失败告终。2010年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认为他没有受到公正审判，于是4年后，尼泊尔最高法院表示你说的对，我们应该尊重人权，给小黑在终身监禁上再加20年刑期。
这回连小黑都不敢上诉了，直接还被关押在加德满都。照顾他的人们各自过上了新的生活。小白继续以外交官的身份活跃在世界各国的荷兰使馆，如今已经退休，却还在不断更新毒蛇案件的信息，并开放给公众查阅。这部网飞和 BBC 联合出品的8集短剧《毒蛇》是基于连环杀手查尔斯·索布莱的真实案件改编，基本还原了包括犯罪、侦破和抓捕过程的全貌，就连演员都经过精心挑选，无论是衣着发型还是五官相貌，都和原型人物高度贴合。尤其是小黑和大波浪，不能说一模一样，只能说完全一致。有不少观众认为，这些受害的背包客缺乏基本的警惕性，身在异国他乡，别人给啥都敢喝，说啥都敢信。但是受害者们又有什么错呢？为什么会发生谋杀案？但凡接受过9年义务教育的，都能从社会、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给你说出个1、2、3来，却忽略了最直接的原因。之所以会发生杀人案，当然是因为有杀人犯啊。嬉皮士文化不会杀人，去外地旅游也不会杀人，肤色更不会杀人，只有杀人犯才会杀人。当杀人犯被赋予正当的理由，社会公众自发地为他的罪行找补理由，生命的价值被整个系统所无视，那这个社会就是畸形而病态的。读者小黑确实有一个不幸的童年，家庭谈不上幸福，还因为肤色遭到歧视，但这些都不能是他杀人的理由。毒蛇的结尾有这样一句话：本剧献给所有带着伟大梦想出发、大明的回家的年轻勇士们。既是对受害者的惋惜，也是像小白这样为了正义甘于奉献人生、敢于挑战体制的勇士表达了最真诚的敬意。我们永远不能寄希望于少数像小白、西叔和白嫂这样的人及时出现，拯救生命，伸张正义，也不能指望人人都像迪娜一样敢于置身险境，勇斗毒蛇。即便有人愿意站出来，他也未必有迪娜的细心和运气。或许当一个社会结构合理、能够平稳运行的时候，催生出毒蛇这样变态的几率要小得多。即便出现，也会被高效运转的体制及时扼杀。但是在此之前，大家谨记：人心难测，海水难量。毒蛇这部剧为我们敲响了警钟，不要和陌生人说话，更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，你永远不知道对方是和善的导游，还是一条毒蛇。祝大家一切平安，咱们这期就说到这里，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超越频道会员不仅可以抢先观看超越频道中1%的审片人，还可以观看到无删减的影片，以及以往累计几十部长达几十个小时的会员影片。赶紧加入片面的频道会员吧。